全世界都在看习近平会不会因为中国遍地烽火的白纸革命而退让而解封呢？想都别想！现在不但要坚持清零、坚持风控，甚至还网络上传出这个广州全城要封，出现这恐怖的景象了。广州要封，那多严重啊！民众如惊弓之鸟，连夜出逃，人潮、车潮挤爆了国道，甚至露宿车站，这怎么回事啊？就像看这个画面，我越看越担心，因为呢，这是在广州。那广州为什么大家开始大逃亡呢？因为广州的疫情起来了。难道大家没有看新闻、没有看电视吗？上海怎么封的？只要一出现疫情，就要整个封控，整个城都要被管制起来。所以呢，半夜大家开始大出逃，车站就是人满为患，躺了一堆人在那边。我想要搭车，我想要离开广州。俊将哥还有观众朋友，大陆的这个状况呢，真的必须要赶快有所改善了，否则很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就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大陆国务院开记者会，大家都在等，而且昨天港股中午就已经大涨700点。为什么？就是在期待这个国务院的记者会，希望他能够跟大家宣布呢，整个风控的状况至少能够部分开放嘛，对，至少能够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嘛。结果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个记者坐在那边，1整个小时啊，开了记者会，他只写了1行字，就这一行，有没有看到？学姐一看没了。他什么都没写，1个小时这么多的讯息，你怎么只写1行字呢？因为他想记下来的重要讯息，他想打给报社的赶快跑马的那个东西，他没听到嘛？他讲了半天没有重点嘛？所以呢，中国大陆的这个昨天国务院这个他并没有宣布可以把这个风控给解除，反倒是倒过来，没有放宽，反而更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连发7篇文章，还有相关报道，挺清零，动态清零不可这个动摇，一定要继续清零下去。那防疫记者会没有重点，动态清零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观众朋友那就跳到这边，就会变成像广州的这个白纸运动，快要变白纸革命了。很多人跟我讲说，文安哥你不要讲白纸革命，因为他们只是要恢复正常生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推倒这个政府，要习近平下台，他只要恢复生活，不要被关在里面活进来了，我跑不掉而已嘛。但是你就是不肯开放，怎么办呢？你看广州开始乱了。广州现在开始到处有人上街头去直接对着警察丢玻璃瓶，那你就说啦，警察被丢玻璃瓶的，那可能会砸伤的。你在挑衅公权力。那警察难道就不做事吗？他就回击这个催泪弹。所以当警察催泪弹，民众玻璃瓶，下一个可能就变成是什么？就变成是汽油弹，可能就要开枪了。所以这个是绝对要遏制下去的。那状况是什么呢？状况是现在武警已经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人你可能不知道他是武警，他看起来像大白，穿着大白衣服的武警呢，他已经上街了，因为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风控跟核酸检测站，它的核酸亭上面的屋顶直接给你掀翻，拆了，我拆核酸亭了，我受不了了，我已经做2年了，那怎么办呢？警察来了，可是呢，警察其实就是大白，你看不出来，因为这些警察呢，他也要穿上，连要压制这一种民众的抗议，都还要穿上防护衣。而在广州的状况，我刚刚讲了，当你已经看到越来越乱，而且呢，现在也没有要这个解除动态清零的状况的情况之下呢，民众就开始出逃，大家跑到了这个车站去，因为我不想要站在路上被大白整个给又带到警察局去，又或者是又被压制去做清零，怎么办呢？如果广州有可能会开始进行封控的话，我们就先跑吧。所以广州的车站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情形。不过问题是你要跑去哪里？你从你从广州你跑去，那我说你广州跑到上海够远了吧？上海之前封控过嘛？那现在上海怎么样？上海就在检查手机。观众朋友，上海搭地铁，我们这2天看到 BBC 的报道，看到很多外国媒体在讲，结果呢，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检查了，但北京、上海跟几个重大城镇呢，现在都被检查手机。为什么要检查手机？俊将哥，因为它不可以有国外的这一些 Twitter、Instagram 这些可以接收到国际讯息的东西都不可以有，因为你可能看到了国外在讲中国大陆的整个风控过程哪里不合理，又怕你会站起来白纸革命。好，刚刚暐瀚问了一个问题哦，我们从广州的连夜出逃的乱象，他问了能逃到哪里？我们给大家看这个人，好久不见，他马云跑得可远了呢。马云直接跑到东京，他跑去日本东京已经整整半年。他在东京这6个月呢，其实说实在的，因为他也非常舒服，他到处的去泡汤，他还去打球，还有人目击他，旁边还有简单的安全人员。可是呢，他就是知道中国大陆这半年已经是继续的会开始乱。观众朋友，我还是很简单讲哈，中国大陆他现在必须要把年纪大的人疫苗赶快打，打完之后就慢慢开始解除封控。你看上街头乱的其实是年轻人，他们看很多讯息也知道，国际的医学专家告诉你，年轻人染到 COVID-19 基本上致死率
率不高。那你还叫我关在这里干嘛？新疆关100天做什么呢？所以其实大家就会希望能够解开。但是其实如果解开无望的话，那我就只好往外跑了。但你能往外跑吗？多少人可以跑掉呢？马云跑到东京去了，可是他的所创下的这个双11。前几天就是双11啊，我记得往年今年没有特别去关注了哈。双11大家上去拼命买，而且有特价嘛。今年巨匠哥双11今年的这个整个营业额呢，比去年下降了73%。这个很让人家发毛的数字哎。我跟你讲，如果这个往前比，你会更发毛。为什么？因为这是跟去年比啊。去年已经有对，往下修了，已经是一路往下修了。对，已经这几年 COVID-19， 你要是跟10年前，你跟是5年前比，那还得了，对不对？所以呢，像这么多有2个隐忧，第一个代表人民已经没有钱，没有办法消费了；还有第二个。它虽然下降73%，还有人买，对不对？这代表了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啊，有些人还在买啊，有些人完全不能买了，那这会造成中国大陆的问题。那另外呢，其实中国大陆也不是没有人看到我所讲的这个状况，也写了文章指出呢，现在这2年的封控之后，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会造成民生凋敝，已经不是讲健康问题了，而是社会问题，大家没有工作。或者是根本没有这些食材，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都告诉你了。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呢，才刚上架没多久就被下架了，不能让民众看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线上的消费一整个急动，线下消费呢，哇，这个消息让人家看的是触目惊心。我既然不能出去了，我怎么去买那些随手杯冻饮？我怎么去这个咖啡厅跟我朋友聊聊天？我怎么去吃饭呢？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这2年以来，巨匠哥吓死我啊！大概将近50万家的餐厅企业全部阵亡啊！50万家，根本不你想想看，光是一个上海50天，2600万人封控，那你餐厅开给谁？我连餐厅的老板伙计都不能上班啊！所以通通倒了50万家。我再讲一次，中国大陆有50万家的餐厅企业都倒了，倒完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它开不回来了，所以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你说不倒也没办法，光是这个例子你看完你就懂了。北京就有一家饭店。他在这2年的期间当中呢，他接受了这个婚宴的款待。我就说嘛，我们中国人结婚总是要宴客嘛。那你结婚宴客怎么了吗？我告诉你，看完以后你真的不敢再办，其他的饭店也不敢开。他只不过呢办了这个婚宴以后呢，就被认定是违规。然后呢，有5个部门，公安部门、餐饮这个卫生局的部门、消防部门，通通上来。不但是负责人直接被拘留，这个房子还被查到说哦，你哪里不行，拆掉这个饭店。所以呢，办了一场婚宴，饭店整个都没了，老板还被关，谁还敢在封控的状况之下有正常的生活？没有正常的生活，人民当然受不了，就会越来越多人走上街头。好，这个是人民的不满哦，居然我接了一场婚宴，你连我饭店都给拆了。中国人民在吃苦，但对外资外商来讲，你动不动封，动不动给我。员工争不到，你不是迫我、逼我，被迫要停工，我连车都造不出来了。所以你看哈，连食衣住行都受影响的时候，外国企业难道不会看吗？而且我也找不到工人啊，所以很多过去这几年在大陆说，我有工作机会啊。国际的大厂、国际的企业、国际的这些车厂，因为车可以带动所有经济哈。对，其实在中国大陆，像本田汽车、像雅马哈机车，这个很有名，我们台湾也有，对不对？这些厂呢，都在过去这一些时间呢，都已经停工了。那一度想要复工，但是看到这个封控的状况呢，又没有办法，因为工人根本没办法上岗，所以呢，包含了武汉的这个Honda的汽车厂，它歇业。而且包含了相关的雅马哈的机车厂，它也没有办法完全来有生产线。那我跟大家讲，现在不只是生活有困难，工作有困难，以后你想买到这些汽车跟机车，在中国大陆也会越来越困难。邀请您一起加入57爆新闻会员，跟俊相一起挖真相。